卢瑟居然是美少女心条茜。大家好，我是动画金属。最近上映的 DCU 超人，很多人注意到这次反派卢瑟按出招表控制超霸去做超人，也就是卢瑟操控 P2 超人打 P1 超人。你觉得太幼稚对吗？卢瑟是本片真正的主视角，全片类似超人飞行怼脸拍这样的广角镜头都是卢瑟视角。他待在游戏室和口袋宇宙，制造和控制怪兽，认识超人和全世界全靠隔着屏幕观察。2018年的特摄动画《CS 古力特》里的反派心条茜也做了一样的事情，这是巧合吗？并不是巧合，这两个角色都是 Z 世代巨婴的化身，其中卢瑟指代看超英类型片入脑的 Z 世代巨婴。先叠个甲，个人不喜欢过度解读和见证，更多是基于创作思路来分析。卢瑟按出招表控制超霸打超人，是游戏化电影的创作思想。游戏化电影指的是在电影中融入电子游戏元素和游戏叙事结构，比如独当、战斗闯关、打怪升级等等的传统电影不会采用的形式。游戏化电影的代表作有《黑客帝国》、《罗拉快跑》、埃德加·赖特的《歪小子斯科特》、扎导的《美少女特工队》等等。比如《罗拉快跑》，女主通过无数次独当复活，消除了电影故事的命定性，最终成功救出男友。电影具有故事权利，影响着观众对世界的看法。美国学者总结出好莱坞电影的主导叙事。主导叙事结构指一种在大的文化、历史和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固定故事结构。电影的主流叙事就是符合当代意识形态的八股文，在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故事被反复观看，成为一代观众的集体潜意识。电子游戏大流行冲击了好莱坞电影的故事权利，游戏化电影这一融合变体也是消解电影故事权利的极佳尝试。像是歪小子斯科特，再也不是好莱坞经典中产白人俊男靓女全天候你侬我侬，而是以格斗游戏的方式来演绎恋爱，主角击败女主的7个邪恶前任，获取女主芳心。说到格斗游戏，我们便回到新超人。通常在格斗游戏里，对战双方 P1 P2 都选同一个角色的话，有一方的角色就会换色换皮，其余部分一样。超霸作为超人的克隆体，跟超人长得一模一样，不叫超人克隆体常用名比扎罗，而是叫超霸 Ultraman。同时跟超人的能力不相上下。跟超人的唯一区别是，他是被操控的游戏角色。是的，超霸就是 P2 超人，卢瑟就是操控他的玩家。玩家也就是反派卢瑟，他是本片真正的主视角，超人则是要被击败的对象。卢瑟的视角看来，这位老土、过时、保守、扁平、幼稚、伪善、空洞、丑陋，穿着 cos 服的角色，在这局游戏中一定要被自己击倒。卢瑟片中台词，他穿着 cos 服就成为众人的焦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P2 超人超霸诞生了。卢瑟研究出一套出招表来对付超人。电影开场一整场操控超霸打超人的戏，明示了卢瑟的玩家身份。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设置卢瑟作为玩家？为什么导演要采用游戏化电影的概念？ Z 世代指90年代中期到2010年代初期生人，卢瑟是 Z 世代的化身，卢瑟的玩家身份是对 Z 世代巨婴的直接嘲讽，以此消解超英电影的严肃性。这里所谓严肃性，指的是过去20年的超英八股文表现出来的那种超英对决就得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情，它意味着主角超痛苦的成长，伴随某个有现实原型的危机的结束。在911事件之后，超英类型电影往冷峻伪写实的方向一路狂奔，形成了后911式的主导叙事。然后 Z 世代观众被灌输了20年这些超英电影，觉得超英就该这样才真实，就该是现实中的右翼精英面对911危机的好莱坞大片化。超级英雄题材原本最核心的幻想，被超英八股文的精英意识形态扭曲了20年。英雄的精英属性原本只是幻想的副产物，但这些电影却颠倒主次，把精英说成是超英题材的核心。漫威曾经有希望突破范式，埃德加·赖特原版的蚁人和新超导演滚导的银河护卫队系列，结果就是埃德加·赖特开除出局，滚导拍完3部曲出局，
漫威没有理解这两个导演想干的事，只是照猫画虎学了喜剧元素的皮毛。能消解故事权力的游戏化电影，正是埃德加·赖特和滚导的特色。著名的星爵跳舞蹈罗南反高潮的背后逻辑，正是嘲弄超英类型片。在新超人中，滚导使用游戏化电影，游戏同时也是 Z 世代理解世界的方式，引入玩家卢瑟，目标是再次消解超英爆骨文的故事权利。摄影大量广角畸变和过曝，也都是服务于游戏化电影，旨在模拟卢瑟无人机拍摄的超人镜头。这些镜头构成卢瑟看到的实时游戏画面。失真的画面会让观众更容易带入卢瑟视角，造成渐离效果。很多对新超人挑刺的观众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精英意识形态长期洗脑，一边指责新超是主题乐园，一边在这部反严肃和回归幻想的电影中大抠逻辑漏洞。卢瑟见过很多超人类，巨婴看过很多超英电影，他们却指责超人太假。超人为什么能飞？这太不严肃了。但就连孩子都知道答案，因为这不是真实的。所以卢瑟跟五角大楼开会，将超英类型片过家家的开会走一遍流程。所以电影里卢瑟大部分时间都是隔着玻璃屏幕观察超人，开头隔着屏幕操控游戏，口袋宇宙里隔着玻璃对超人放狠话。卢瑟几乎从头到尾都待在游戏室及口袋宇宙的小空间里。电影后半段集团大楼裂开，卢瑟的游戏室甚至能单独分离出来，就是不肯走出房间，是吗？这部电影本身正是卢瑟创建的游戏舞台。卢瑟躲在游戏室和口袋宇宙里，在屏幕外算计着杀掉超人的方法。无独有偶，特摄动画 CS 古力特的主要反派星条茜做了一样的事。这部动画的城市是星条茜创建出来的虚构游戏舞台。星条茜躲在其中一个小房间里创造怪兽，在屏幕外算计着打败电光超人古力特的方法。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反派。星条茜意外获得了创建电脑世界的创世神能力，脱离了无趣的现实世界。他的房间有电脑，电脑旁边的透明柜子里摆满了他的怪兽粘土藏品。他创造的这些怪兽粘土可以变成巨大的怪兽，跟正义英雄对战。电影里，卢瑟游戏室相连口袋宇宙，卢瑟从口袋宇宙的透明柜子里拿出了他创造的小怪兽，变成巨大怪兽，跟正义超人对战。星条线的柜子很像卢瑟口袋宇宙的展柜，是吧？卢瑟说，口袋宇宙是两个宇宙中间的夹缝，两个世界中间的夹缝，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夹缝。这个小空间就是你的房间。试想，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接受最多的是漫画、游戏和电影，不屑去参与枯燥重复的真实世界，那么他思考世界的方式一定是参照他接触的游戏和电影。被灌输了20年精英主义超英电影的 Z 时代，看着写满装大人的超英电影来认识社会，转头玩暴力电子游戏屠杀路人。超英本身是幼稚的，现实是枯燥的，但披着超英皮的伪现实是成熟的。真实世界一直缺少一个跳过键，但如果进入了游戏世界呢？如果你获得了杀死正义英雄的能力呢？卢瑟和星条茜这两个 Z 时代的化身都非常看不起正义英雄，在他们的视角里，英雄都是从天而降的扁平的垃圾，我们要将其解构和杀死。在电影大量的游戏式广角畸变镜头里，超人成为巨婴们的嘲讽对象。不是只会通过玩游戏认识世界吗？那就让我们不拿手柄，而是拥有一整支团队来操控超霸。够大人吧，够厉害吧，够严肃吧。至少在我的世界里，我要抹黑超人开后宫，我要操控超霸爆他的蛋。这个又弱又丑的超人不是真正的超人，我卢瑟手中的玩偶才是真正的强大超人。于是正反派对决被游戏化，不再是以往的装大人的基因式对决。卢瑟操控 P2 超人打 P1 超人，最后打输了，这件事就这么简单。电影结尾，卢瑟心态崩坏，不顾部下阻拦，强硬开启时空裂缝。时空裂缝要用电脑代码关闭，甚至最后要回到卢瑟的游戏室来输入代码关闭。
直接明示本片的故事语境是虚拟游戏舞台。CS 古力特的结局中，星条茜心态崩坏，随之崩坏的城市露出了电脑世界的本体。主角们召唤电脑世界的正义英雄古力特，古力特入侵星条茜的世界，对决反派。最后，古力特用修复光线修复城市，也修正了星条茜扭曲的内心。超人入侵到鲁瑟的小空间，看紧身衣男打架，难道是一件很成熟的事情吗？这部电影告诉你，不成熟，就是如此幼稚，就是如此而已。但那又怎样？超英本来就解决不了真实世界的问题，就像阿兰·摩尔说的，超级英雄在现实中就不该存在。你只想看英雄们痛苦，那你为什么不走出房间？卢瑟大喊着 Win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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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对过去20年来过度严肃化超英类型片的直接解构，也是一种无奈。只要你还在看超级英雄，滚倒扎导这种人就还有活干。符号要再生产，超人要再拍新电影，最终超人必然从外部世界而来，打碎屏幕玻璃，来到卢瑟的游戏室，来到你的面前给你一巴掌。你想逃往口袋宇宙，逃回自己的小空间，但你失败了，你终于受不了，哭了。这里给你的哭脸一个超级大特写，第3部反高潮完成了，把孩童幻想装点成大人象征，躲进虚构世界成为反派的星条茜，最终离开了房间，回到现实世界。